你来到山城，都在和誰联络？我们3番5次的派人跟踪你，却都被你巧妙地甩掉了。他有了舌根，送医院。六哥，小心点啊，别把我摔着。这世上本没路，有人走了，也就有路了。哎，六哥，你听山下公路上的汽车声越来越多了。我终于体会到什么叫遍地仇人的滋味了。你不能自己下来走走啊！不能，你自己走能死啊！我下来了，你摔一跤把引线牵动了，我怎么办呀？你既然不信任我，我也要防着你。有理，言之有理。没道理的话，我根本不会说。哎，你把嘴给我缝上吧，这都是你们给我布的局，用天罗地网形容，都不为过。这片树林，幸亏我们没布局，也算是给我们留下了一条生路。我们还是撤吧。就凭咱们这2帮土雷子，也就弄死几只花脚人的。怎么办？保密局已经动用了军队，还有宪兵和警察呢。他们会不会合围我们？看来伏击鬼子六的计划又要落空了。妈的，这个鬼子六，怎么弄他都不死。被自己同志追杀是件倒霉事，既然有嘴说不清，那就只能躲。郑耀先坚信自己的突然失踪會徹底打亂敵人的木馬計劃，失去追殺目標，游擊隊自然就不會鑽進木馬，也就不會被中統一舉圍殲。這就是他逃跑的原因。眼下，他這支斷線的風箏，能為組織做的，只有，也只能這樣了。我求求你了，下來吧。不下。我叫你聲姐姐。叫我祖宗我也不下。那真是最毒莫過婦人心吶！你這是想謀害親夫啊！我這叫防患於未然。你們中統的女人，都這麼賴皮嗎？我知道你現在對我是恨之入骨，就算這樣，你也不能把我扔下。我的命嬌貴着呢，此刻是碰不得也打不得，反正我是見了一條，無所謂。這女人裡邊，你是我遇到的第2個對手啊。第一個是誰？一個女共黨，叫韓冰。看來你真的是怕了，竟然把我和共黨扯在一起。如果你怕了，就把我腰上的手榴彈給解下來，我馬上就從你身上下去。你做夢！中統靠得住，母豬能上樹。幹嘛？叫他將打死我呀？現在你的命跟我的命是拴在一塊兒的，我們2個就要生死與共。你知道我現在最想幹什麼嗎？幹什麼？我想找個地方，把你活活的掐死。中统行动队的陣地上開炮，他們向自己人開炮，這保密局是不是瘋了？這會兒是中統，恐怕下面就該對付我們了。敵強我弱，趕緊撤吧。不能撤，趁着敵人內部掐架，
直接去追杀鬼子6號，在江邊把口袋扎緊。走。快来！这帮就是埋伏在13号地区的孙子，除了被炮轰死，都带了。你们中统这帮兔崽子，竟敢吃里扒外，将炮口对着渣滓洞看守所，共军联手对付赖平。饶命，长官！犯不着跟这帮小喽啰生气。四哥正跟毛局汇报呢，就看上头怎么处理这天大的丑事。怎么处理？还不是法不责众？以我的性子，全他妈枪毙了！你先。有船吗？四哥安排的事儿，从来不会错过。还是不想带我走，是吧？是想干掉我吧？我还有别的选择吗？杀了我，你就能跑得掉？至少我不用再带个累赘了。那我就成全你。不过我有个请求，松开引线，让我把手榴弹卸下来。我一生钟爱自己这副皮囊，我不想看着它一塌糊涂。行，我一定会给你留个全尸。还有我的脸。放心吧，不会让你破相的。知道为什么一路上我一直像膏药一样粘着你吗？你不是说怕手榴弹吗？都是枪林弹雨闯过来的人，会把生死看得那么重吗？别枉费心机了，这枪里边的子彈都是牙子兒。是我偷偷的把子彈換成牙子兒的。六哥，我刚刚做什麼了？不是拿槍對着你是嗎？對不起，我心裡太害怕了，我生怕你扔下我不要我了。我就是嚇唬你呢，我不想你扔下我。六哥，我沒想殺你，要不然你要不相信，你就把我打死，我不想成為你的累贅。六哥。這中統的女人吶，就是被人家捉姦在床，都會說自己是在普度眾生呢。六哥，這槍，一顆臭子兒還不夠嗎？誰有功夫把子彈一顆一顆的都換成牙子兒啊？誰想要你六哥的命，就是存心自己找死。我帶你在身邊，就是想讓你露出狐狸的尾巴，也不枉我們相處了一場。請你開槍吧。我確實是想殺了你，這一路上，兩種念頭在我心裡一直在打架。
我可以背叛天狐，但我不能背叛国民党和中统。我就是在赌，赌你不是公堂。赌博有输有赢，怕我自己输了。是吗？我是那种输不起的人。希望你别像其他胜利者那样炫耀自己如何识破敌人伎俩的。真对不起，我恰恰是那种不会让对手稀里糊涂死掉的人。有一件事情我没有骗过你，我们全家人都死了，死在日本人手里。如果你现在开枪打死我，就能和他们团聚了。要知道这些年，我一个人在世界上也挺难的。值吗？值。你如果想杀我，早就杀了。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在一起，怎么会没有机会下手呢？你输了。一个特工最不能动的就是情。快走！六哥，挺住！是军统的弟兄们来了。在中华民国，还没有见过什么人敢为自己的主子这么卖命的。我不是他们的主子，我是他们的六哥，是兄弟。所谓手足之情，兄弟之义，你们中统的人永远都不会懂的。
死了這麼多同志，我不能走！再不走，我們都得死在這兒！怎麼樣？這筆血債你他媽欠大了！我们不走水路了，还是走山路？你的兄弟为你干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连见都不见他们一面。我不见他们，对我、对他们都有好处。可他们要是非找你，我想他们中间会有明白人。走水路，就是不想让他们见到我。六哥，我们在一起好吗？一生一世不分开。请你相信我，如果这辈子我林桃要为一个男人去死，这个男人一定是你。干我们这一行的，一旦糾纏上情感，下場一定很慘。我就是那種明知道下場很慘，卻偏偏還要去做的女人。眼前發生的一切，令鄭耀先痛苦、絕望、糾結、自責，可他卻無法阻止。他再一次遭遇了這種尷尬不已的情形。風箏脫線，從此他飄在半空中，何去何從？有朝一日，他不知道歷史會怎麼看待他，更不知道世人會如何評價這些歷史。六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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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喊了，六哥走了。六哥是不想见咱们了吗？不对呀，看了他这麼多年了，也沒聽說他有躲兄弟的毛病啊。走了，不走，始終是麻煩。你什麼意思？不走，始終就會被人追殺。現在好了，我們都找不着他。誰還能找着他呀？你是說，六哥不見我們，是怕給我們添麻煩？他要是一旦跟我們相見，那些仇家為了追查他的下落，一定會對我們死纏爛打。六哥末了了，他惦記的還是咱們這幫兄弟。所以說六哥走了好。對他對我們都好，只是這麼戰功卓越的一個優秀特工，唐伯爵不能給他一個容身之地。我這輩子只服六哥。孤帆遠影碧空盡，唯見長江天際流。鄭耀先就這樣淡出了人們的視線，消失在大江大河之中。袁書記，袁書記，好，袁書記，肖隊長，地眾我寡，武器實力相差太大，我只好撤出來了。肖隊長受了傷不肯下來，要和同志們生死在一起，是我們幾個硬把他背下來的。我知道了，你去吧。你知道嗎？放跑了鬼子六，是一個什麼樣的後果？可是我得有機會能幹掉他呀！他大白天就敢逃跑，翻山越嶺，直奔江灣，連條向陽的路都沒走，根本不往我們的伏擊圈裡鑽。我們想的和他腦子裡想的，根本就是兩碼事兒。我自詡也是一個老情報了，
一向算我一策，可偏偏在鬼子六面前，我连續栽了好幾個跟頭。我們這麼多的人，都對付不了他一個，我真是不甘心吶，不甘心的我，眼睜睜地看着那麼多的好同志，曾默義、江興、陸漢卿一個個都被這個畜生活活的害死，可我們卻無能為力。那一天，我要見到了馬克思，我一定要問問他老人家，像他這樣的壞人，為什麼總死不了？為什麼總死不了？袁書記，你放心，同志們的仇，我一定会報。我不管你怎么報，我只要曾耀先的腦袋。1年不夠，我追他10年；10年不夠，我追他100年；100年不夠，我就憑他一次次欠下我們犧牲同志的血債，我就是变成鬼上天入地，也要追他一個魂飛魄散。疼算什么？能保住命，就算自家祖坟上冒青烟了。那咱们今后该怎么办啊？能怎么办？先躲起来再说。咱们能往哪儿躲呀？现在是三方想要你的命，军统、中统。还有共党，他們都盼着你死，要不然，咱們想辦法逃到香港去。香港，巴掌大點的地方，前腳邁出去，後腳就掉海裡了。還有啊，你以為香港就沒有你們中統的人嗎？那怎麼辦呢？要不咱逃到美國去？你不是在中美合作所有幾個美國的朋友嗎？連這個你都知道啊？抗戰結束以後，美國人該走的都走了，我去投靠人家說什麼呀？說我被共產黨和自己人算計了，還不夠丟人的呢。再說了，我們這樣逃走，按照軍統家規，是被追殺一輩子的。即使逃到天涯海角，說不定哪天我們正在沙灘上曬太陽，樹上掉下兩椰子，砸到你我的狗頭上，一命嗚呼。你甘心嗎？真沒想到，曾經叱咤風雲的軍統六哥，如今落得個走投無路，要鑿船投江的地步。有句話是這麼說的：落難的鳳凰不如雞呀。該查的都查了，該找的也都找了，同志們就差沒出四川了。說也怪啊，這鬼子六他能去哪兒呢？就連保密局他那些鐵桿的手下都沒有他的消息。袁書記，我看僅憑咱們一地之力是不行的，我們要不要請示川康特委上報中央，舉全國之力，挖地3尺也得把他找出來？也只能這樣了。我們要最廣泛的發動革命群眾，早日鏟除這個禍根。還有，這個鬼子六很有可能還是一個可恥的叛徒，他也許就是那個風箏。這件事情，如果我們不弄個水落石出，他會玷污了陸漢卿同志的一世英名，
更會玷污我們山城地下黨的一世英名。有關风筝的事儿，延安有答复吗？那直接问呢？隐蔽战線的規矩，該問的問，不該問的問也沒用。還有什麼事？曾家堰50號又發來了一條消息。什麼消息？幾個月前，有一個公開名叫吳福的交通員被捕了，毛人鳳把他交給郑耀先一審讯，這個人就再無消息了。交通员身上有情報嗎？有重大的絕密情報，不過從現在的結果來看，吳福同志並沒有叛變，因為情報的內容並沒有泄露。那就是說，吳福同志一定是被郑耀先給殺害了，硬生生的又添了一筆血債。中统認識你的人多嗎？我在西安接受的培訓，為了木馬計劃，田湖把我調回了山城。檔案呢？銷毀了。他們原本是想事後不認賬，可沒想到反而幫了我。那就是說，在山城，中统沒有幾個人認識你。我就算是一個沒有身份的人了。倒是軍統認識你的人不少，好在都在渣滓洞，四哥應該知道怎麼做。知道怎麼做，又有什麼用呢？我們兩個只要找到了其中一個，另外一個難逃一死。認識我的人不多，可認識你的人太多了。從此以後，我就有了一個新的身份，我是你郑耀先的女人。身份。六哥，你怎么了？你要干什么呀？松開！不放！鬆開我！不放！我不許你作踐自己！認識我的人太多了，為了你的安全，我必須得給自己改改樣子。你幹嘛呀？鬆開！不送！鬆開！你要毀容，你休想！我不會和一個醜八怪過一輩子。不變成醜八怪，我該怎麼辦？放開我！不放！放開我！不放！我們兩個不能一起活，還不能一起死嗎？你為了不連累我，把自己毀了，值嗎？你叫我臨逃今後怎麼對得起你，六哥？軍統六哥沒了，沒了！六哥，六哥，六哥，六哥。
局座，您怎么来了？我能不来吗？事先没得到任何通知，什么也没来得及准备。准备什么呀？我们都是自己人。老六是你弟弟，难道他就不是我的弟弟？如今六弟生死不知，宗训全无。我在南京一得到这消息，马上就坐飞机赶了过来。你别紧张，我不是来向你兴师问罪的。不过，我还要向兴师问罪。六弟留在你身边，你怎么就没替我照顾好他呢？是在下失职。中统勾结共党，要置老六于死地，这是事實嗎？我有足夠的證據，趕赴南京，向校長面呈。用不着你這學生千里迢迢，委座已經知道這事兒了。國難當頭，這些人不思向黨國盡忠，反而處處與自己人掣肘，甚者竟然和共黨暗通款曲，意圖對我渣滓洞看守所下手。我第一時間面呈了委座，表明了留在山城的屬下處於無難，迫不得已動用軍警線的力量，將這幫敗類一舉抓獲。委員長是什麼態度？委座先用浙江話罵了娘，說把這幫人要統統槍斃，殺的還不夠，太不夠了。繼而，他老人家眼圈一紅，說這些人吶，哪怕把一點心思用在剿共上，中原禮先念部6萬共軍也難逃出我國軍30萬軍隊的重圍。老六做事向來是驚天地泣鬼神，這驚動了委座，我能不親自來一趟？局座在南京過得可好啊？別了山城，回了南京，出了火焰山，入了煉丹爐。我呢，不比戴老闆做事那般魄力，慢工細活，隨風潛入，軍統局並裁。好在留在保密局的，個個都是出芽的韭菜，長出來的都是好苗子。戴老闆在天之靈有知，對局座所為也會甚感欣慰的。說起戴老闆，委座送靈柩到靈谷寺，花圈上親筆題了“碧血千秋”的字。誦讀祭文時，幾度哽咽，哀嘆為君之死不可補償。送葬隊伍也是素軍白馬，這既告慰了亡靈，也算是給足了昔日軍統最大的面子。老四，老六不在了，戴老闆生前的8大金剛，如今只剩下你一人了。國共內戰爆發，說不定哪天我還得從南京回到山城，你可得給我看好了我們家這1畝3分田，任重道遠。1947年3月，中共代表團撤離南京，宣告國共談判徹底破裂。毛澤東、周恩來等人被蔣介石政府通緝，胡宗南部25萬餘人進攻延安，中共中央被迫轉戰陝北，第2次國共合作結束。20幾萬人，竟然消滅不了一小股共軍。我懷疑胡宗南是共黨，毛澤東進駐王家灣，當時劉堪部已經收到了情報，可胡宗南呢，非讓他掉頭去雙河。還有嗎？太多了。反正陝北的每一站，都讓人浮想聯翩，回味無窮。胡宗南就像是一個被牽了繩的小丑，不光手腳不受他自己控制，包括他的腦子也是讓人上了弦的，走走停停都由不得自己。你懷疑胡長官？否則作何解釋啊？我倒不懷疑胡長官，
我懷疑他的親信或者是秘書，說不定哪個就是中共的探子。胡長官的作戰計劃，轉臉就到了毛澤東手上。一想起當年徐恩曾的機要秘書錢壯飛，我這後脊梁就發涼。顧順章叛變，要是沒有這個錢壯飛，中共的歷史早就該寫了。什么呀？中共关于六哥的一份绝密文件。中共川康特委下达指示，要誅杀六哥，看阵势是要格杀勿論，就地處決，活要見人，死要見屍。2月《新華日報》就被勒令停刊，3月中共代表團被驅逐出山城，他們都泥菩薩過河了，哼，怎麼就不放過六哥？他們蹦躂不了幾天了，上峰已經下達了密令，6月1日凌晨起，川渝兩地同時展開大搜捕行動，將已經掌握的中共地下黨全部抓獲。那過幾天這又熱鬧了，我都聞到了一股血腥味兒，濃的化都化不開。只要中共地下黨敢對六哥下這絕殺令，我就先送他們見閻王。你覺得六哥還能活着嗎？人生不相見，動如身與傷。什麼意思啊？就是說六哥和我們，就像天上的身星與傷星，一個從東邊升起，一個從西邊落下，此處彼沒，永遠不得相見。中間隔着一片難以逾越的天空。那好，药方？不可以。老板，慌慌张张的怎么了？有人想来查钱。谁想来查钱？不像袍哥，也不像筒子招牌的人。差你多少钱？没差多少。他说他是陆郎中的茶友。陆郎中？他要我把这个交给老板。他要拿这个药方子来抵茶钱。我说不可以，他说可以。人呢？在楼下。带我去。人不见了。谁送来的情报？昨天下午，一个所谓的茶客，我没有见到人。
可听伙計說，是一個腿稍微有些瘸的男人。情報就寫在這處方上，是密寫的。這是一種死頭式的情報交接方式，只見情報，不見面。這個人到底是誰呀？唯一可以洞察其身份的，就是他自稱是陸郎中的一個茶友。毫無疑問，他所指的這個陸郎中，肯定就是陸漢卿。可陸漢卿直接聽命於總部，他根本不受山城地下黨的領導，在此地知道他的真實身份的人有寥寥無幾，而他在山城唯一的一個聯繫線就是風筝。難道是風筝露頭了？可是風箏為什麼要來給你報信兒啊？你不是一直懷疑他可能就是那個早該千刀萬剐的鬼子六嗎？如果情報是真實的，你就應該馬上撤出山城。這情報能是真的嗎？如果這個情報是真的，那麼曾默儀將心陸漢卿的死不就成了假的了？況且，單憑一份無頭無尾的情報，我就離開山城，這不是太草率、太忌諱主義了嗎？萬一他是在試探我，引誘我上鈎呢？新華日報被查辦，3月初，中共駐伊代表吳義章同志就把所有公開的同志全都撤回到了延安。山城的地下組織本來就已經很薄弱了，在這種時候，我怎麼能放棄這絳軒茶樓這剛剛開闢的聯絡站呢？不能跑了，快點！我早就說過，沒人相信被捕的人，連我自己都不信。先走一步了。哎！不能登机，为什麼？我的入境證有問題嗎？你的入境證沒問題，但上峰有令，凡是飛往台灣的官員，不光要有入境證，還需要北南委上級和2個中央委員做保證的保薦函。這都是他們給的我。別管，往後退！你都不用給我放進來！進去！总裁朱正先生坐镇行都以來，胡宗南、宋希濂部聯防作戰，效果良好。今
日，国军在白馬山一帶，目前山城防護，固若金湯。人我马上给你带過來。你趕快把人帶走吧，我接到了上峰的命令，關在這裡的犯人一律。30年以來，在人民解放精神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穩追不休。由此上溯到1840年，從那時起，為了反對內外敵人整體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，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穩追不休。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！这个信少，只有1封。那好，谢谢啊。从邮戳上来看，这封信应该是从山城寄出的，笔迹是仿宋体，信封上寄信人的地址写作最详。什么内容？这是一份川渝地区国民党保密局潜伏特务的名单，除了已经被人民政府抓获的，这些应该是漏网之鱼。信里边也没有寄信人的姓名和地址。马上给我接通山城市公安局的電話。我們的隊伍像太陽，將幫助祖國大地，人國和民族的希望。老袁，陳局長，看看吧，北京剛轉過來的。解放前，你在山城一直做地下黨的工作。這份國民黨保密局潛伏特務的名單和聯絡方式，你看看，有沒有什麼問題？沒問題，沒有問題。這可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啊！你看，這個馮天水，他是軍統的外勤，他稱軍統為二處。沒有在保密局工作過的人，他是不知道這個二處就是他們自己人對軍統的別稱啊！還有，提到了徐百川，他們稱徐百川什麼？四哥，只有軍統的老人才叫他四哥。照你這麼說，提供這份名單的人，可能就是我們打入國民黨保密局的內線同志。看來級別還不低呢。你說，能知道徐百川下落的人，這級別能低得了嗎？
那这位同志是谁呀？怎么了？我想起一个人来。谁？风筝。风筝。我一直怀疑，风筝就是鬼子六郑耀先。风筝的唯一联络人陆汉卿同志牺牲的时候，我曾经给延安发过电报，可是一直没有得到回复啊。我当时就在延安，不是组织不给你回复，是没办法回复。那个时候，国共两党的关系破裂，组织上也迫切想找到风筝，不能讓他就此斷線。可怎麼找，都不知道他是誰呀。難道就沒有人知道啦？有位首長可能知道，不過等他上月從莫斯科回國，飛機不幸在新疆上空失事。那是1946年冬天的事情。斷了線的風箏就這樣找不着了。可據我所知，解放前夕潛伏在山城軍統高層的我黨秦公只有風箏一人啊。可這份名單上並沒有寫鄭耀先的名字。鄭耀先的去向一直就是一個謎。當年他從扎松看守所逃出來以後，就在江湖上消失了。別說是我們，就連保密局他的那些鐵桿部下都不知道他的行蹤。那徐百川會不會知道？他們可是文警之交啊。我請求上級啊，給我們調來一個同志。一位女同志，叫韓冰。女同志？對啊，婦女能頂半邊天，人家可是鬼子六的生死克星了。巾幗不讓須眉，他們在延安早就交過手，要不是在最後時刻出了點狀況，鄭耀先啊，早在1946年的春天就被陝美人民啊鎮壓了。我兒子呢？四哥，四哥是你叫的，叫我老白。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哎，老板，最近做什麼生意？做醬園。我兒子呢？總統在香港的內線查到，他被關在新界的一個秘密地方。保密局也太卑鄙了，威逼我留在山城主持大局。居然扣留我兒子當人質。毛人鳳表面上看笑呵呵的，其實頭上長瘡，腳底流膿，這誰都知道。他連他老婆向影熙都能送到精神病院去。事情已經出了，您就不用着急。不是你兒子，你是不急。那是，我吸取了高占龍先生的教訓。老早就把老婆和孩子都送到了台灣。孩子可以沒有爹，但絕不能沒有媽。讓我們這一行愧對孩子，當不了孩子的爹。你說夠了沒有？還是考慮一下你我兩家的合作吧。有什麼好考慮的？毛人鳳一上台，就讓我坐了2板凳，現在自己就像個喪家之犬逃到了台灣，卻讓我收拾殘局，為他保住山城這點家底。我徐百川吃軟不吃硬，做事有自己的遊戲規則，
他们不要突破我的底线。我的底线就是我的儿子。当年，老婆和儿子跟那个小白脸跑了。我要不是怕儿子年幼见不到娘，我早就把那对狗男女劈成8瓣了。不用您动手，毛人凤只留下您的儿子，那对狗男女早被扔到香港的维多利亚湾去了。这么说，我儿子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。你说，这军统变成了保密局，哼，中统改成了内调局，改个名管屁的用，换汤不换药。可不管怎么说，我看这内斗也该停了，白白的消耗自己的人力物力，让共党捡便宜。你我两家要是早能以大局为重，也不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你少在我面！你少在我面前唱大戏！早知今日，你当初何必纠集共党，密谋刺杀我6弟，还把大炮架到了阁乐山，向炮轰渣滓洞看守所动我老窝。可怜我这6弟，到现在都是生死茫茫，人鬼不知。你别把我惹毛了，我他娘跟你有世仇，不报，我对不住我6弟；不报，我就不是君子。四哥，息怒！你没看见我在痛定思痛吗？冤冤相报何时了？再不改变这种局面，青天白日岂能照耀我土？100年之后，你我又以何种面目去见先总理的在天之灵？四哥，兄弟今天是来求您的，并为当年之事负尽请罪，请您放下旧怨，让我们携手对敌。中华民国再也经不起折腾了。就算是为了咱们的下一代，为了咱们的儿子，我们错了，但我们能改。亡羊补牢，有时未晚。失去的名状，我们想办法再争取；丢掉的江山，我们一步一步的收回。我起草了一份告全体同胞书，在这里阐明了我崭新的立场和观点。怎么像是共党的宣传？人家说的对的，咱们就要接受，就要虚心的学習。有的時候，敵人就是我們最好的一面鏡子。以銅為鑑，可正衣冠；以古為鑑，可知興替；以人為鑑，可明得失。真沒想到，是共黨的毛澤東主席，讓你大徹大悟，脫胎換骨了。田先生，共軍來了。四哥，下面被包圍了，恐怕出不去了。你趕緊上這樓梯，上面有一天台。我去掩護，走。哎，哎。你就別上來了，還是我下去吧。這樓梯啊是舊社會的，不結實。你胖，萬一你一上來再塌了，把你摔死，我們可就少了一個俘虜。走。聽見了吧？估計你同夥已經完蛋了。走。好，好，好。
搂草打兔子，本来是抓徐百川的，还让我多赚了一个。嘿，这老天爷咋对我这么好？看来我马小五这上辈子是净干好事儿，没干过缺德事儿啊。报告，这是从他身上搜到的。告山城全体同胞书。我们的话你也敢拿出来用？带走！走走。打倒退伍！打倒退伍！走！别动我！我自己能走。走，走，快！走，这，这，走，这。怎么了？恐怕这是藏不住了。这。快走！哎呀，快走！让！哎呀，不行！哎呀，下去，下去。姐姐，快看今天的情况，我一家老小一定帮我照顾好了。你嫂子人不错，有合适的，让她改嫁吧。别动，别动！不说。嫂子，我这条贱命是建志哥哥拿命换回来的。剩下的兄弟不多了，你们还是保住有用之身，各自逃命吧。有钱有势当官的，都带着金银财宝跑台湾了，留下你们撑着这烂摊子，都是明白人，知道撑不住啊。革命终于胜利了，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3座大山被彻底的推翻了。面对蒸蒸日上、朝气蓬勃的新中国，反动派会甘心他们的失败吗？解放了，管理和经营好城市，是新生政权必须面对的考验。四川是国民党苦心经营的老城，也是全国敌特案件最频发的地区之一。山城刚解放的时候，人口不超过100万，可国民党特务就有9000。社会上都在说一把米一把柴，蒋委员长要回来的流传。朝鲜战争爆发以后，这些残渣余孽们自認為是美蒋光復大陸的時機到了，反革命氣焰更加的囂張，公然刺殺我革命幹部和群眾，破壞鐵路、礦山，搶劫物資，搞武裝暴亂。我戎馬生涯20年，可如今睡覺不敢開窗戶，特務們搞暗殺，專挑半夜下手。我們有個同志就因為受不了天熱開窗戶睡覺，被特務們遠距離刺殺。我家的牆上還留有3個彈孔。過去在戰場上，我們只要喊交槍不殺，國民黨就投降了。可現在你再喊交槍不殺，迎接你的就只有子彈。為了鎮壓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餘勢力，政務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於1950年7月23日，中共中央於同年10月10日發布了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。運動的重點
就是打擊土匪、特务、恶霸、反动党团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。我这里拿的些潜伏在山城的保密局特务的照片，有你们熟悉的，也有不熟悉的。比方说，保密局山城站的站长龚树就是熟人，可他竟然逃脱了昨天的大搜捕。还有一个人，他更加的不同凡响，不但在国民党那里是大名鼎鼎，在我党的内部，名字也是如雷贯耳。这是川康特委1947年下达的制裁他的命令。这个人我们追杀了多年，他手上的血债是罄竹难書。远的不说，就说我们江副政委的女儿江欣，在1946年的老陈。可现如今，军统六哥郑耀先不见了，没了。你们说奇不奇怪？难道他能上天入地？我们一天抓不住他，就说明我们无能，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，是我们对不起党和人民，对不起为了革命事业牺牲的先烈们。你是董处长吧？啊，你好，你是北京来的韩冰同志吧？是，欢迎欢迎。我的人事档案还在路上，时间紧，任務急，我人先過來了。快請坐。好，陳局長啊，已經打電話來，關照過了。韓冰同志，喝點水。謝謝。我想跟你打聽個人。你要打聽誰？咱們這兒有沒有一個瘸着一條腿，背有點駝，戴着一副眼鏡，年齡在37、8歲的男子？你說的應該是周志前吧，檔案科的。不過他應該有40出頭了。他呀是我們這兒的留用人員，解放前就是山城國民黨警局呀管檔案的。留用人員？他腦子啊特別好使。你要從檔案堆裡啊拿一份檔案出來，只要你能報出編號，他立刻給你背出來。他這麼有本事啊？他本事啊可大了。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別看他有點殘疾，這找的老婆啊，可漂亮像朵鳳仙花呀。局裡有人看見他們倆去逛街，哎呦，這呀真是一朵鮮花插在了牛糞上。他這會兒在嗎？這個點兒應該在的，還有3個多小時才下班呢。周之前啊，人老實本分，從來也不遲到早退。他每個月都是滿考勤。當然了，我們公安局也是因為人手不夠，否則誰會願意用留用人員呢？有政治風險的。槍桿子啊，還是握在我們自己手裡呀，比較牢靠。哎，我打電話啊。喂，董處長啊。啊，是。請問周志前在嗎？您找周志前，他剛走，不到2分鐘，最多剛到大門口。要不要我把他喊回來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我這剛剛誇了他，這上班時間他怎麼就走了呢？他說今早剛出門的時候，寶貝女兒就生病了，弄得他一整天心神不定的，還偷偷的流了眼淚呢。我一心不忍，就把他趕回去了，他死活不肯，說這不是他的工作作風。最後我給他下了命令，趕他走的。都打探清楚了，昨天晚上軍統走背子，幾乎全軍覆沒。田湖呢？這個田先生啊，他想跟軍統的人謀求合作，非要趕去解放咖啡館跟徐百川會面，結果到現在還沒有回來，恐怕也是凶多吉少了。一定要找到他的下落。他還欠着我錢呢。欠你多少錢呢？3000美金。我的天啊！你讓這田先生，他上哪兒去給你弄這3000美金來啊？就算是他把這些錢給你弄到了，現在美國人跟共軍在朝鮮那邊都打成那樣了，你怎麼花？你上哪兒去花？3000美金呢？要是都花不出去的話，那可就變成了一大堆花花綠綠的廢紙了，沒地方藏。
很容易招來祸事。少废话！通知你们组的弟兄们，近期风声鹤唳，都进入冬眠吧。是。还有，温家老店这个联络站，也先暂时不用了。有什么事情，我会让温老板去找你们的。好。为什么昨天倒霉的都是军统呢？肯定是有家贼，家贼难防啊。2两，不消说，就是2两，老规矩。就是，这2两酒钱，还得从牙缝里往外挤呀。好。哎呦，你还多给我打了半两。你3天2头在我这儿打酒照顾我的生意，应该的。给您钱，好，慢走，走了，慢走。报告。进来。哎，陈局长。哎，韩冰啊。江副政委。哎，小韩，这次把你从北京调来，上级领导是很慎重的。你做情报工作多年，论经验和能力啊，都是出类拔萃的。其次啊，你和郑耀先、龚树都交过手，熟悉他们的打法。由你来抓这个案子，我这做局长的，心里可是有底气啊。坐。你要知道，我和江副政委顶着巨大的压力，为了把你调来，有不少的同志啊还拍了桌子，说什么想要韩冰，行啊，先把我枪毙了再说。好像你就不是我带过的兵啊！哎，快坐。还是钱崇文副部长看在我这老战友曾经一起出生入死的薄面上，出面才成全了此事啊。可以理解。毕竟是刚刚建国嘛，百废待兴，方方面面都需要人才。但凡有个一技之长的，谁都想锁在自家小仓库里。怎么样？有什么难处吗？这本来就是我的工作，只不过岗位变换了而已。有信心同时对付2名匪徒吗？1对1我不怕，我担心如果他俩联手的话，我会顾此失彼的。还有，我刚才去了档案科，有关郑耀先的資料一點都沒了。據說他的資料早在解放前夕就被保密局秘密銷毀了。那照片呢？連張紙片都沒留，更別提照片了。我們不是抓了徐百川嗎？他可是鄭耀先的活檔案呀。你有什麼方法讓徐百川跟我們合作？台灣拿他的兒子要挾他，這在國民黨特務中早已經不是什麼秘密了。你我看，他這個年齡應該割捨不掉這份親情。你的意思，讓組織派人到香港救出他的兒子？誰掌握了這個孩子，誰就掌握了主動權。是。還有啊，北京收到一封匿名信，裡面是藏匿在川渝地區的國民黨潛伏特務的名單和聯絡方式。我們的大搜捕啊，就是根據這份名單提供的線索，竟然是不差分毫。所以錢崇文副部長指示我們，要找到這個寫匿名信的人，弄清楚他是誰，為什麼要匿。報告，接。韓科長。站着！你這幾天沒洗澡了，
韩科長，你是不是不能见我？这一见我就嫌我脏，没洗澡咋？我们老家没水，这几年都洗不上一回澡，也没看哪家女娃子嫁不出去啊。你要真嫌我脏，就让我从哪来回哪去。还闹上情绪了你？我们原单位领导的爱人都给我介绍对象了，才见了一回面，细皮嫩肉的，一样可好了。结果就被你叫到这儿来了。你说隔了这么多山山水水的，还让我咋谈恋爱？这到手的鸭子都飞了。小五，革命重要还是你鸭子重要？那肯定是革命重要。这你一叫我，我连夜打背包就来了。山城是个大城市，你要注意个人的形象。现在呀，你的一举一动都代表了党，代表了军队。别人笑话你，那就是在笑话党，笑话军队。那不洗澡有这么严重？对，我看没严重到哪儿去。你肯定不会让我打道回府吧？你再舍不得让我走了。你不洗澡啊，以后就别进我办公室。好，我回去就洗，这总行了吧？哎，我再把正事儿给抓。我找你啥事儿来着？你问谁呢？哦，昨天晚上不是抓了一大批人吗？这能断定是特务的，已经押起来了。这还有一大部分无法断定身份。看守所的同志啊，让我赶紧想办法。这么多人，这么多张嘴，这饭都供不起了。最后饿肚子的全是我们自己人。有多少人？300多个。明天早上就分出来了。还明天？这今天晚饭都供不上了。那也要等到今天晚上，等他们都睡熟了，你过去听一听。但凡说梦话的，只要不反动，都可以放了；不说梦话的，一律继续羁押。巾帼英雄韩科长，你这是唱哪出啊？说梦话是特务的大忌，受过专门训练的，10有89都不会说梦话。就这么简单？你以为有多复杂？那要是不是特務，他也不说梦话呢？乖。你呀，等他们睡着了，啊，靠近他，突然拍他们一下，下意识把手伸到枕头底下的，那就是特务。哎，是个特务，他手就是不往枕头底下摸，那怎么办？哎呦，人能伪装得了自己的表情，伪装不了心跳。被叫醒之后啊，一脸惊慌，心脏砰砰砰乱跳的，都可以给放了。哎，要是脸上啥事儿没有，心脏蹦蹦乱跳的，那就继续关押。对，这招能行吗？没听过歪打正着啊？1、2、3、4、5，大家打老虎，老虎严娥姐，外面歇业的牌子挂多久了？刚挂上，对外我都说钟大夫响应政府号召，报名参加了抗美援朝的医療慰問團，去朝鮮了，一時半會兒回不來。公事有下落嗎？上峰指示我們，讓我們跟軍統摒棄前嫌，攜手對付共黨，否則誰的腦袋都保不住。
早知如此，两家当初何必跟鬥雞似的，恨不得把对方咬死。纠正你一个概念上的錯誤，是軍統好鬥，不是我們，明白嗎？我明白了。弟兄們都還好嗎？共軍查得嚴，大家根本無法出城，目前都躲進地下室了。各位起来了。在战争中學習戰爭，只要了解到敵人為什麼獲勝，我們就能在以後的戰爭中立於不敗之地。兵家的《孫子謀攻篇》有曰：“知己知彼，百戰不殆；不知彼而知己，一勝一負；不知彼不知己，每戰必殆。”我們以往的失敗，就是因為我們不知彼，亦不想知己，亦不知己，不想知己。弟兄們，我們從明處轉到暗處，從地上轉到地下，風光不再，困難才剛剛開始。可是我們如何渡過難關呢？這需要信仰。我們需要的信仰就是三民主義。其實啊，共黨當年跟咱們現在差不了多少，也是被逼得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哎呀，狼狽得一塌糊塗，雞飛狗跳，東逃西竄的。最後他們為什麼能夠鹹魚翻身？答案就在這裡。俗話說，一個人閒了會生病，若是一群人閒了，就會生事。你們閒着也是閒着，乾脆讓你們好好來學習學習共黨的著作，用對的思想來武裝壯大自己。你，還有你，過來。我讓你們倆現在面壁思過，什麼時候想好了，什麼時候告訴我。你們大家跟我一起讀：為人民服務。